美国刚刚对委內瑞拉动手了，抓了总統夫婦。現在是周日晚上，全球投資者正在盯着手機屏幕，手心冒汗，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周一開盤市場會血流成河，石油要漲，黃金要飆，股市要崩。那華爾街的交易員已經提前1天取消了度假，準備迎接一場腥風血雨。但是這有個更狠的問題，當所有人都在恐慌拋售的時候，真正的聰明錢在幹什麼？答案可以讓你大跌眼鏡。他們在購物清單上劃重點。歷史總是在重演，韭菜總是在健忘。讓我們來回顧一下過去20年的末日劇本。2001年911市場暴跌，2周後反彈，1年後呢創新高。2003年伊拉克戰爭開戰當天暴跌，3個月後收復失地。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恐慌性拋售，半年後都漲回來了。2020年呢疫情爆發，史詩級暴跌，然後就是史詩級反彈。規律永遠一樣，短期恐慌性下跌，冷靜資金入場，市場恢復，該漲的繼續漲。這次委內瑞拉事件會有什麼不同嗎？不會。委內瑞拉的石油產量連美國的5%都不到，它不是沙特，不是俄羅斯，對全球能源供應的影響極其有限。更關鍵的是，這場衝突改變了亞馬遜的雲計算業務了嗎？改變了貝寶的支付流量了嗎？改變了美國人坐飛機的旅遊需求了嗎？答案是一個都沒有。所以當周一市場開盤暴跌的時候，真正的問題不是要逃，而是要買什麼。市場先生現在就像個喝醉的賭徒，把籌碼呢全壓在了幾張明星臉上，而真正賺錢的生意仍在被扔在角落裡積灰。而周一的委內瑞拉恐慌會把這些低估的資產價格壓得更低，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機會。有3顆在恐慌中閃光的鑽石第一個鑽石就是貝寶，股票代碼 PYPL 被打入冷宮的印鈔機，當前的價格呢是59元每股，合理的估值是在144到215美金，歷史高點呢是310美金。那這家公司過去10年營收從92.5億美金暴漲到了328.6億，翻了3.5倍，結果呢股價只漲了60%，過去5年更是暴跌74%。這是什麼概念？就像你家樓下有一間包子鋪，那10年呢一天都是賣1000個包子，現在一天賣3500個，生意火爆的排隊，結果房東說你這個店不值錢了租金我給你降到1/4。你要這個東西它就很荒謬，但是這就是華爾街現在這個對 PayPal 的一個估值核心的數據呢讓人眼紅，毛利率有50%，每賺1美元5毛錢都是純利潤，當前估值10倍自由現金流，歷史最低水平。過去5年回購了20%的流通股，蛋糕吃的人少了，你的那份就變大了。8項財務健康指標全部達標，分析師預測未來的這個 EPS 增長在9%到17%，營收增長穩定在5%到7%。那這就是周一你應該盯着的股票。當市場因為委內瑞拉恐慌把它砸到50多、40多美金的時候，你要做的不是跟着恐慌，而是感謝市場先生的慷慨。那這家公司不在委內瑞拉做生意，它的用戶在刷信用卡，在網上支付，在轉賬。戰爭改變這些需求了嗎？沒有。它憑什麼暴跌呢？因為市場在情緒崩潰不是因為生意變差了。第2顆鑽石，西南航空，股票代碼 LUV。王者歸來進行時，這家航空公司在疫情前創造了奇蹟，連續47年盈利。47年，整個航空業都是資本黑洞，燃油成本、工會談判、恐怖襲擊、經濟衰退，任何一個因素都能讓航空公司破產，但是西南航空硬是扛了47年，疫情呢把它打趴了，利潤率從10%到15%跌到可憐的1.4%，所有的人都說它完了，航空業完了。但是最近3個月發生了什麼呢？利潤率開始恢復，連續超預期，股價暴漲25%，營收創歷史新高。就像一個受傷的拳王，大家都認為他退役了，結果呢，他突然回到了擂台，一拳把對手打懵了。那分析師給出的預測呢，讓人興奮 ，EPS 從1.13美金飆到了6.5美金，5倍增長。如果給20倍市盈率，对航空股來說一點都不貴目標價會是130美金。就算保守估計8%的利潤率，14倍的市盈率，估值也在62美金到180區間。那中位數呢是110美金。周一如果委內瑞拉消息導致油價暴漲，那航空股呢肯定會被砸。但是這改變了美國人的旅遊需求了嗎？並沒有。改變了西南航空的航空路線了嗎？改變了它47年積累的運營效率了嗎？都沒有。
這都是短期噪音和長期价值的区別。第3顆鑽石，奧尔塔美妆，股票代碼 ULTA， 口紅經濟永不眠。当前價格620美金每股，合理的估值呢可能在750。那这家美妆零售商有个杀手鐧啊，4400万忠诚会员，这意味着定价权，你敢涨价，他们还是会来买。那因为女人对美的追求啊，比对股市恐慌要坚定得多。更聪明的是，它不只卖口红，还提供高毛利的服务，像这个美容沙龙、护肤咨询，这让它的投資回本回報率啊高達22%。你投100塊，每年呢可以賺22塊，複利滾雪球。而且它還跟很多大型零售商合作，用店中店模式低成本擴張。那2025年股價已經漲了41%了，但估值模型顯示它還在合理區間之內。這裡有個經濟學冷知識啊，經濟衰退期口紅銷售反而會上升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口紅是最便宜的奢侈品，買不起包，買不起車，但你買得起一支讓自己心情好的口紅，這就叫口紅效應。所以當周一市場因為戰爭恐慌而暴跌的時候，你覺得這個美國的女性會因此停止購買化妝品嗎？當然不會，她們反而可能會買得更多，用一支新的口紅來對抗糟糕的新聞。周一開盤前的你必須知道的鐵律，現在回到最關鍵的問題啊！周一開盤你應該怎麼辦？必須要做3件事。第一件呢，就是深呼吸，啟動24小時冷靜期。神經科學研究表明啊，人在恐慌的時候啊，前額葉皮層活動會降低30%，這不是比喻啊，這是大腦掃描的結果。所以周一如果你能夠看到持倉暴跌10%、15%，請關掉交易軟件，等待24小時，讓理性呢重新上線。第二是回到基本面，問自己幾個問題。委內瑞拉事件是否改變了貝寶的現金流啊？沒有。是否改變了西南航空的客流量？沒有。是否改變了你10到30年的投資計劃啊？答案呢依然是沒有。如果答案都是沒有，那為什麼要賣呢？第3點，該買還是該賣，甚至是應該買的更多。那如果你本來計劃每月定投1000美金，那周一繼續投。如果股價因為恐慌暴跌了15%，那麼恭喜你，同樣的1000美金，你多買了15%的股份。這就是巴菲特說的，別人恐懼時我貪婪，不是說說而已，而是真金白銀的執行。我們絕對應該禁止的3個動作是恐慌性全部拋售。歷史數據顯示，在地緣政治衝突爆發時賣出的投資者，平均會錯過之後6到12個月內30%到50%的反彈漲幅。你不是在止損，而是在把浮虧變成實際虧損。把所有的錢都換成黃金和現金。黃金呢確實是個避險資產，但它不會產生現金流。貝寶每年印59億現金，黃金放在保險櫃裡只會積灰，現金呢更慘，每年被通脹偷走3%到5%的購買力。追逐所謂的戰爭概念股或石油股，每次地緣衝突呢，總有人炒作軍工股、炒作石油股，但是等你反應過來，聰明錢早早的就布局完畢，你追進去往往是站在山頂接盤。最後啊，講一句人話，就是投資的本質是買入一家公司的未來現金流，而不是去賭下周一的 K 線。委內瑞拉事件是噪音，不是信號。真正的信號是貝寶10年營收翻了3.5倍，股價卻在歷史低位。西南航空利潤率正在恢復，而估值還在地板上。當戰爭的消息讓市場陷入恐慌，那這些基本面並沒有改變的公司會被錯殺。這不是危機，而是上帝送給所有有準備的人的禮物。1929年大蕭條時，約翰·鄧普頓在市場最恐慌時買入104隻股票，其中100隻最終都是盈利的。他後來說，牛市誕生於悲觀，成長於懷疑，成熟於樂觀，死於狂熱。那現在市場正在從樂觀走向恐慌，而恐慌恰恰是新一輪牛市的起點。我是老林，我們周一再見。帶上你的購物清單，不要帶上你的恐慌。拜拜。